我在河边洗衣时，忽然一只乌龟爬到脚边，龟壳上还挂着水草。它不仅不怕我，还一直用头顶我的鞋。我帮它拨开水草，却惊奇地发现其中藏着一道竹简，上面清晰刻着几道题目，竟是本次科考会试要考的真题。我心跳瞬间加速。夫君年年进京赶考，屡次不中，如今还只是个秀才，没人比我更清楚这些题目的意义。我将竹简偷偷藏好，带回家交给夫君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日夜琢磨，将里面的题目烂熟于心。夫君基础不差，又有着我给的题目做倚仗，后来果然一举金榜题名，当上了大官。然而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，夫君很快就动了别样的心思。出榜那日，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棒槌敲得木盆砰砰响，隔壁李婶子风风火火冲进来，嗓门大的能掀翻屋顶。萧娘子，大喜事！天大的喜事！你家相公中了探花，报喜的官差都到巷子口了。我手里的棒槌咣当掉进水盆里，肩膀微微发颤，像是喜极而泣。李婶子欣慰地拍拍我的背，乔乔高兴坏了吧？苦尽甘来啊！我没抬头，只是轻轻嗯了一声，嘴角却悄悄翘了起来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我忍了3年，装了3年贤惠，从晨起帮更衣到夜晚掌灯研磨，洗衣做饭，缝缝补补，连萧燕读书时我都不敢大声喘气，生怕打扰她科举大业。现在好了，她高中探花，功成名就，接下来就该是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的经典戏码了。我等的就是休书，只要拿到休书，我的任务就算完成，就能回到我真正的家，那里有我亲爱的爸妈，有我交往1年的帅气男朋友，还有我没追完的剧和没吃完的火锅。想到这里，我差点笑出声，赶紧掐了自己一把，硬生生把狂笑的念头压下去，重新换上一副温婉贤淑的微笑表情。萧娘子，快换身衣裳，官差马上就到门口了。我点点头，转身回屋，对着铜镜整理头发，心里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。萧燕刚当官，肯定不会立刻休妻，毕竟刚发达就抛弃糟糠之妻，传出去名声不好，但她迟早会休我的，毕竟她可是要往上爬的人，怎么可能一直带着我这么个屠夫的女儿？更何况今日这么一游街，肯定有很多女子对她虎视眈眈。我越想越美，嘴角又忍不住翘起来，快了，就快了！我深吸一口气，推门出去，准备迎接官差，谁知刚踏出门槛，就差点撞上一道修长的身影。萧燕不知何时回来了，正站在院子里，一身簇新的进士服，衬得她面如冠玉，清贵逼人。她手里还捏着一包油纸裹着的东西，我心头一跳，赶紧低头行礼。相公回来了。萧燕嗯了一声，将手里的油纸包递给我。路上买的你爱吃的蜜饯。我一愣，下意识接过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这不对啊，他不是应该冷着脸嫌弃地看我一眼，然后说你穿这身怎么见人，让我丢脸吗？我抬头小心翼翼打量萧燕的表情，却发现她也在看我。多谢相公。我干巴巴的道谢，心里却警铃大作，不对劲，有点不对劲。萧燕没说话，只是伸手替我拢了拢鬓角的碎发。晚上等我吃饭。他说完转身走了。我站在原地捏着油纸包，脑子里嗡嗡响，他什么意思？不是开始喜新厌旧吗？怎么还一副要跟我继续过日子的架势？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蜜饯，又抬头看了看萧燕远去的背影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该不会这休书没那么容易拿到吧？萧燕高中探花的第3日，我终于等来了休书，可惜是别人的，王大人家的嫡子休妻了。秋菊一边包着豆子，一边小声说，听说那夫人哭得昏死过去，被娘家接回去时，连嫁妆都没让带全。我手里的绣花针顿了一下，又若无其事地继续缝补萧燕的官服衬领，心里却忍不住盘算，休妻流程原来是这样的，那我到时候是不是也得哭一哭？夫人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那可是休妻啊！我笑了笑，温声道，别人家的事咱们听听就罢了，可外头都说咱们家老爷如今是探花郎，迟早也要。秋菊，别乱说。我轻声打断他，眼神柔和却不容置疑。小丫鬟立刻噤声，低头继续包豆子。我垂眸，指尖轻轻抚过衬领上的绣纹。我等的休书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呢？3年前，萧燕还不是探花郎，那时的她只是个满身血污、倒在雪地里的落魄公子。我爹在肉铺后门发现他时，他已经被冻得半死。救他做甚？一看就是个麻烦。老爹瞪我一眼，见死不救，亏心不亏心？我撇撇嘴，不情不愿地帮忙把人拖进屋。那时的萧燕苍白瘦削，眉目却极清俊。她昏迷了3天，我被迫照顾了她3天，喂药、擦身、换绷带。错了，擦身换绷带这事是他爹帮做的，毕竟我那时还是个未出嫁的姑娘。第4天夜里，他终于醒了。当时我正打着哈欠给他换药，一低头，猝不及防对上一双漆黑冰冷的眼睛，吓得手一抖，药碗差点打翻。我刚准备开口，就被他一把攥住手腕。萧燕的力气大得惊人，声音却沙哑虚弱。你是谁？救你的人。他盯着我看了许久，才缓缓松开手。多谢。那之后，萧燕在我家养了半个月的伤，我原以为她伤好了就会走，谁知某天夜里，老爹突然把我叫到屋里。依依啊，萧公子说想娶你。我心里暗自吐槽，不是这人有病吧？恩将仇报，我一个屠夫的女儿，要钱没钱，要貌没貌，他图什么？可萧燕给出的理由很合理，报恩。沈叔救我一命，我无以为报，只好以身相许。
他站在油灯旁，眉眼低垂，声音平静。如今我身无长物，唯有功名可博。若沈叔不嫌弃，我愿入赘沈家，他日高中必不负姨姨。老爹感动得老泪纵横，我却听得眼皮直跳。这不就是经典末期少年穷剧本吗？按照套路，这种男人一旦翻身，第一件事就是踹了糟糠妻。我刚想拒绝，脑子里却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：任务触发，协助萧燕金榜题名，试图亨通并拿到休书，即可回归原世界。行吧。于是我羞涩地点了头。3日后，一顶简陋的花轿抬着萧燕绕了半条街，又抬回沈家。萧燕是入赘，连迎亲都省了。新婚夜，萧燕掀开盖头时，我低着头，装出一副温顺模样。可当我偷偷抬眼时，却发现萧燕正盯着我，眼神深邃的让我心惊。姨姨，我会待你好的。我乖巧点头，心里却想，不用待我好，记得以后早点休我就行。回忆戛然而止。这天晚上，我躺在床榻上，身旁萧燕的呼吸渐渐平稳，似乎睡着了。我悄悄睁开眼，借着月光打量她的侧脸。3年过去，当初那个苍白阴郁的少年，如今已是清贵俊美的探花郎，确实好看，难怪首府甘津都惦记。萧燕高中探花后，我发现她变得忙碌起来，每日天不亮就出门，有时深夜才回来，身上偶尔还沾着淡淡的酒气。我照例温着醒酒汤，说着关心的话。今日又去应酬了？萧燕嗯了一声，我手上动作不停，心里却琢磨，应酬好啊，最好能多认识几个高门贵女，早点把我这个糟糠妻休掉。我正想着，忽然感觉到萧燕的目光。在想什么？我眨了眨眼，露出一个温婉的笑。没什么，只是担心相公累着。萧燕盯着我看了片刻，忽然松开手。今日在宴上，首府大人夸了你。我一愣。夸我？说你能持家，世贤内助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首府夸我，什么意思？他一个首府怎么突然提到我这么一个没见过面的边缘人物？该不会是想让我识相点，主动给他女儿让位吧？我抿了抿唇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首府大人谬赞了，我不过是个粗鄙妇人，哪当得起这样的夸？萧燕没接话，只是忽然伸手指尖抚过我的耳垂。你耳坠呢？我一怔，下意识摸了摸耳朵。我今日确实戴了一对银耳坠，是萧燕去年送我的生辰礼，只是洗衣时不小心掉了一只，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，可能掉在院子里了。萧燕脸色微沉，忽然从袖中掏出一样东西，正是我丢失的那只耳坠。我在王铁匠铺子门口捡到的，你去那做什么？他语气平静，眼神却凌厉的吓人。我心里一紧，打铁铺我今天根本没去过啊。等等，难道是秋菊出去买菜时不小心带出去的？我刚想张嘴解释，萧燕却已经转身走向床榻，只丢下一句：睡吧。我站在原地捏着那只耳坠，心里莫名发毛。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可我能解释什么？难道说，相公放心，我绝对没有红杏出墙的心思，我只想等你休了我。我叹了口气，把耳坠收好，轻手轻脚地爬上床。萧燕背对着我，似乎已经睡了。我悄悄松了口气，刚闭上眼，她却突然翻身一把将我捞进怀里，力道很大，痛得我轻声呼唤：相公。萧燕没应声，只是将脸埋进我的后颈，呼吸灼热。我僵着身子不敢动，心里却忍不住嘀咕：这人到底怎么回事？第2日，我在院子里晒被子时，秋菊神秘兮兮地凑过来：夫人，您猜我今早去买菜时听见什么了？秋菊压低声音：外头都在传，说首府千金对咱们家老爷有意思，昨日还特意去翰林院门口等他呢。我心头猛地一跳，首府甘金主动出击了，好事啊！我强压下上扬的嘴角，故作忧愁地叹了口气。首府甘金金枝玉叶，若真对相公有心，倒是他的福气。夫人，您怎么还替别人说话？我不过是个粗鄙妇人，哪配得上如今的探花郎？若真有更好的姑娘愿意待他好，我自是替他高兴的。我说的情真意切，眼眶甚至微微发红。秋菊听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夫人，你也太委屈自己了。我摇摇头，露出一抹苦笑，不委屈，真的。我巴不得萧燕赶紧娶个高门贵女，然后一脚把我踹了。正想着，院门突然被推开，萧燕站在门口，面色阴沉地盯着我。我心头一跳，赶紧低下头，假装整理被子。萧燕大步走过来，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，又盯着我看了许久，忽然冷笑一声：你倒是大度。说完，她甩开我的手，转身就走。我站在原地揉了揉发红的手腕，心里莫名其妙，她生什么气？我这不是在替她考虑吗？秋菊在一旁战战兢兢：夫人，刚才老爷是不是听见咱们说话了？没事，去煮碗莲子羹吧，晚点我给他送去。得哄哄，万一他赌气一直拖着不休妻了怎么办？傍晚，我端着莲子羹去书房，轻轻敲了敲门，里头没人应。我推门进去，却发现萧燕并不在，书桌上摊着一本书，旁边还放着笔墨，似乎他刚刚还在。我把莲子羹放下，正准备离开，余光却瞥见书桌抽屉没关严，里头露出一角熟悉的靛蓝色，是我之前绣给萧燕的荷包。我记得这个荷包，萧燕明明说过丑不带，后来也再没见着，我还以为她扔了。我拉开抽屉，荷包下面压着一沓纸，最上面那张赫然写着2个大字。我下意识想拿起来细看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冷冽的声音：你在做什么？我浑身一僵，猛地回头，萧燕站在门口，目光已经冷得像冰。我迅速收回手，强作镇定地端起莲子羹。我煮了羹，见相公不在，便想放在桌上。萧燕没说话，只是走到书桌前，目光扫过微微敞开的抽屉，
又落回我脸上，半晌，他才终于开口：“放下吧。”我悄悄松了口气，将莲子羹搁在桌上，转身欲走，却在走出门的前一刻被他开口叫住：“依依，你识字。”糟了，原主确实不识字，这几年我也一直装的大字不识一个，可我刚才下意识去看那张纸，显然暴露了，我只好硬着头皮解释：“认得几个，小时候弟弟送去私塾学过一点的。”萧燕盯着我，忽然轻笑了一声：“是吗？”我指尖微微发颤，仍强撑着镇定。他没再追问，只是淡淡道：“回去吧。”夜里风凉，我如蒙大赦，快步离开书房，直到走出院外，才发觉后背已经沁出一层薄汗。他是不是起疑了？那张到底是不是休书？夜里，萧燕回来的比平日更晚，我已经睡下，却仍留了一盏小灯，这是我3年来的习惯，无论多晚，总要等到他回来才安心。我在心里告诉自己，这不是在关心他，只是任务需要。床榻微微一沉，萧燕在我身旁躺下。依依，你以前掉进过冰湖。他声音很轻，像是自言自语。我心头一跳，睡意瞬间消散。他怎么会知道？那是原主小时候的事。隆冬时节，他为了捞掉进冰窟的弟弟，自己跳了进去，结果弟弟没救成，自己也落下病根，从此体寒，月事都不太规律。小时候的事了。我应了一声。半晌，萧燕忽然道：“明日我请太医来给你看看。”我浑身一僵，太医看什么？该不会是治不孕的吧？我心里警铃大作，嘴上却十分温顺。不必麻烦，我身子无碍的。萧燕没说话，只是收紧了手臂，将我搂得更紧了些。我盯着被褥上的绣纹，心里乱成一团。他到底什么意思？一边写休书，一边又要给我治病，难道是想让我养好身子，再休了，好让我改嫁？那他这人还怪好的脸。翌日清晨，我正梳妆，秋菊急匆匆跑进来：“娘子，老爷请了太医来，正在前厅候着呢。”我手一抖，梳子掉在地上。他还真请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勉强稳住心神。前厅里，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正在喝茶，见我进来，笑眯眯的拱手：“萧夫人，劳烦太医了。”老太医捋着胡子，指尖搭上脉搏。我心跳如鼓，万一诊出我体寒难孕，萧燕会不会更坚定休妻的心思？劳烦太医了。老太医捋着胡子，指尖搭上脉搏。我心跳如鼓，万一诊出我体寒难孕，萧燕会不会更坚定休妻的心思？可若是能治，她会不会不放我走了？我越想越慌，额角都沁出细汗。半晌，老太医收回手，沉吟道：“夫人幼时受过寒，气血是有些亏虚，但并非不可调理。”我心头一紧，能治好？自然，老夫开几副药，夫人按时服用，平日再多进些温补之物，假以时日，必能见效。老太医笑道。我勉强扯出一抹笑，多谢太医。等送走太医，我盯着桌上那几张药方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夜里萧燕回来时，我已经煎好了药，黑褐色的药汁盛在碗里，散发着苦涩的气味。我端着药碗回房，推开门，萧燕正在看书。相公，太医说要趁热喝。萧燕放下书朝我伸手，我一愣，下意识递过去，谁知她接过药碗，直接倒进了窗边的花盆里。我人都傻了。相公，太医说你若不想喝，就不喝。直接倒进了窗边的花盆里，我人都傻了。相公，太医说你若不想喝，就不喝。我张了张嘴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难道他看出来了？看出我不想怀孕？萧燕忽然伸手抚上我的脸：“依依，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却让我心头狠狠一颤。我想要的，我想要休书，想回家，你也会给吗？我垂下眼，不敢与他对视。萧燕收回手，从抽屉里取出那张休书递给我：“这个也是给你的。”我呼吸一滞，手指微微发抖的接过，展开一看，却愣住了。不是休书，而是一张地契。新买的城西宅子记在你名下，无论将来如何，都是你的。我捏着地契，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首府千金林若薇登门那日，我正在后院摘梅子。秋菊慌慌张张跑来时，我刚踮脚够到一只熟透的梅子，指尖沾着酸甜的汁水。夫人，林小姐来了，说是特意来拜访您。秋菊着急得不得了，说话都结结巴巴。我手一抖，梅子啪嗒掉在地上。终于来了。我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尘，嘴角不自觉翘了起来。这位首府千金可是萧燕未来正妻的头号人选，今日登门。这位首府千金可是萧燕未来正妻的头号人选，今日登门，八成是来看我这个糟糠妻底细的。让林小姐稍后，我换身衣裳就去。秋菊急得直跺脚。夫人，您怎么还笑得出来？那位林小姐可是什么？相公如今是探花郎，有人登门拜访，再正常不过。秋菊噎住，一脸恨铁不成钢。我换了一身半旧的浅青色外衫，发间只沾着一支木簪，并且故意没施脂粉，让自己看起来更憔悴些。很好，活脱脱一个寒门糟糠妻的形象。林小姐见了，想必会更满意。前厅里，林若薇正在椅子上细细打量厅内陈设，我这才看清她的样貌，杏眼阴唇，肤若凝脂，发间玉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木簪，差距不小。林小姐，我打了个招呼，林若薇放下茶盏，笑容温婉得体。萧夫人，
早听闻萧探花的夫人贤惠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林小姐过奖了。萧夫人不必自谦。林若薇从侍女手中接过一个锦盒，到我面前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望夫人笑纳。盒中是一对翡翠镯子。林小姐过奖了。萧夫人不必自谦。林若薇从侍女手中接过一个锦盒，到我面前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望夫人笑纳。盒中是一对翡翠镯子，水头极好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夫人何必见外？我大哥与萧探花同在翰林院任职，日后少不得往来。哦豁，已经开始宣示主权了，我心里乐开花，面上却露出几分黯然。林小姐与相公很熟。林若薇抿唇一笑，眼波流转。萧探花才学过人，常与家父论经谈史，偶尔也会跟着我大哥来府上小坐。我适时地攥紧了袖子，指尖微微发颤。林若薇见状，语气愈发温和。夫人放心，我今日来只是想与夫人交个朋友。她说着，忽然压低声音，其实我很佩服夫人。佩服我？林若薇叹了口气。萧探花如今前程似锦，可夫人出身寒微，日后怕是……话未说完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。我眼眶微红，低头不语。夫人若有难处，尽管来找我。我感动的点头，心里却在想这姑娘段位挺高啊。软刀子杀人不见血。送走林若薇，我立刻原形毕露，翘着腿坐在廊下吃梅子。秋菊急得团团转。夫人，您没听出来吗？那林小姐分明是来示威的。示威才好呢。你想啊，林小姐家世好，相貌好，又对相公有心，这不是天作之合吗？秋菊一脸不可思议。那您呢？我当然是功成身退啊。我指了指自己，笑得没心没肺。话音刚落，身后传来咔嚓一声，萧燕不知何时站在廊柱旁，手中的梅枝被生生折断。我后背一凉，缓缓回头，萧燕面无表情，眼神冷得吓人。相公回来了。林若薇来过。林小姐人很好，还送了礼。退了，礼物退回去，以后不许收。我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什么，萧燕却已经转身走了。秋菊小声嘀咕：老爷怎么生气了？我挠挠头，也是一头雾水。他难道不该高兴吗？首府千金对他有意，还主动来示好，这不是挺好？我想了半天没想通，索性继续坐下来吃梅子。谁知刚坐下，又见萧燕去而复返，手里还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汤药。喝了。你不是说不用喝了吗？我皱眉，萧燕盯着我，忽然笑了笑。不是药。我低头一看，碗里盛着深色的汤汁，闻着酸酸甜甜的。这是酸梅汤。我愣住，他特意煮的。我小心翼翼捧起碗抿了一口，酸甜适中，还带着淡淡的桂花香，比我之前煮的好喝多了。好喝吗？我点点头。好喝。萧燕忽然凑到我耳边，那以后只准喝我煮的。她的气息拂过耳畔，我耳根一热，差点打翻碗。等萧燕再次离开，我才回过神来，摸着发烫的耳朵寻思，这人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几天后，林若薇第二次登门，带了一盒上好的龙井。萧夫人，听说萧大人喜欢喝茶，这是我父亲从江南带回来的明前龙井。他笑盈盈地将茶盒递给我，指尖上染着淡雅的茉莉香。我接过茶盒，一脸诚恳。林小姐真是有心了，我家相公确实爱喝茶。投其所好啊，这招不错。接下来是不是该假装不小心洒自己一身水，然后让萧燕看见他楚楚可怜的样子？我眼睛亮晶晶的。我家相公确实爱喝茶。投其所好啊，这招不错。接下来是不是该假装不小心洒自己一身水，然后让萧燕看见他楚楚可怜的样子？我眼睛亮晶晶的，有点期待林若薇的下一步动作。林若薇却只是优雅地抿了口茶，忽然轻叹一声：其实今日来是有件事想请萧夫人帮忙。我立刻竖起耳朵。林小姐请说。3日后是家父寿辰，我想请萧大人题一幅字作为贺礼，只是萧大人近日公务繁忙，我实在不好叨扰。我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是想制造独处机会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我立刻露出善解人意的笑容。林小姐放心，我一定转告相公。那就多谢夫人了。林若薇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临走时，她不小心落下一方绣着兰花的丝帕，我捡起来，捏着帕子一角抖了抖，心里直乐。经典桥段一落贴身物品，接下来就该是萧燕亲自送还，然后两人月下谈心了吧。我美滋滋的把帕子收好，准备晚些时候让萧燕无意间看见。傍晚萧燕回来时，我正在厨房煮绿豆汤，我故意把林若薇的丝帕放在显眼处。还特意折了一个角露出来。相公回来了，今日暑气重，我煮了绿豆汤，待会儿。话没说完，萧燕已经走到身旁，伸手接过我手里的勺子。我一愣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她轻轻推到一旁。萧燕挽起袖子，熟练地搅动锅里的绿豆汤。我盯着她的侧脸，一时有些恍惚。这男人今天怎么有闲情下厨？我正发呆，忽然听见萧燕问：今日有人来过？
我心头一跳，立刻想起正事。对了，林小姐又来了，还带了上好的龙井，说是送给相公的。萧燕嗯了一声。还有呢？她还说3日后是林大人寿辰，想请相公务必赏光去题一幅字。我边说边偷瞄她的反应。萧燕搅汤的动作顿了顿，忽然转头看我。你希望我去？我被问得猝不及防，说话结结巴巴。我觉得林小姐一片孝心，相公若是有空……好，我去。萧燕忽然打断我，我瞪大眼睛，这么爽快，她果然对林若薇有意思，我心里莫名有点堵。好，我去。萧燕忽然打断我，我瞪大眼睛，这么爽快，她果然对林若薇有意思，我心里莫名有点堵，但很快又释然了，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？正想着，萧燕忽然从袖中掏出一物递到我面前。你的。我低头一看，正是林若薇不小心落下的丝帕，我赶紧摆手，不是我的，是林小姐落下的。萧燕眼神一冷，直接把帕子扔进了灶堂，火苗忽地窜起，丝帕瞬间化为灰烬。我目瞪口呆，萧燕面不改色。既然不是你的，留着无用。我无语，这什么神操作？怎么跟宅斗剧演的不一样？3日后林府寿宴，我原本没打算去，谁知一大早萧燕就站在床头，手里拿着一套崭新的衣裙。换上，一起去。我抱着被子，一脸茫然。我也去。你不是一直想看看林府的荷花？我更懵了，我什么时候说过？但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萧燕已经转身出去了，只丢下一句辰时出发。我抓了抓头发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他带我去干嘛？不怕林若薇吃醋吗？直到进了林府，我更是懵逼状态，林府根本没有荷花池。我拽了拽萧燕的袖子，相公，林府根本没有荷花池。我拽了拽萧燕的袖子，相公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没说过想看荷花啊。现在不想看了。我又是一阵无语，好家伙，在这等着我呢。我总算明白了，萧燕是故意的。大哥，你这样我还怎么被休啊？宴席上，林若薇见到我时，脸上的笑容明显僵了一瞬，但很快又恢复如常。她热情地挽住我的手。萧夫人也来了，正好我院子里新养了几尾锦鲤，夫人可有兴趣一观？我正要答应，萧燕却突然插话：不必了，她怕鱼。我满头问号，我怕鱼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林若薇笑容勉强。那去听戏如何？今日请了金陵最好的戏班子。她不爱听戏。林若薇还不死心，不如去尝尝厨房新做的点心。她忌甜食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在桌下狠狠踩了她一脚。萧燕面不改色，反手握住她的手腕。林若薇看着我俩交握的手，脸上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。回府的马车上，我憋不住了。相公，我什么时候怕鱼了？还有，我明明最爱吃甜食。萧燕闭目养神，只是淡淡说道。萧燕闭目养神，只是淡淡说道。现在开始不爱吃了。我气得想咬人。萧燕忽然睁开眼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依依，你很想让我和林若薇独处？我心头一跳，赶紧摇头。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林小姐人挺好的。是吗？那你为什么一直掐自己手心？萧燕忽然凑近，我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攥紧了拳头，指甲都快陷进肉里了。我慌忙松开手，强笑道：天热，有点心烦。萧燕盯着我看了许久，忽然轻笑一声：傻？到底谁傻？我这都是为了任务好吗？我气鼓鼓地扭头看窗外，没注意到萧燕眼中一闪而过的笑意。萧燕发现我最近总在偷偷收拾东西，起初是一件半旧的襦裙，然后是几块绣了一半的帕子，最后连我最常用的木梳也不见了。东西一样样消失，却不见我添置新的，仿佛在一点点抹去自己存在过的痕迹。她站在书房窗前，看着我在院子里晒被单，纤细的身影在阳光下忙忙碌碌，时不时还哼两句不成调的小曲儿。她在高兴什么？为什么看起来像是随时准备离开？萧燕眼神逐渐暗淡。晚膳时，我照例给萧燕盛了碗鸡汤。相公近日公务繁忙，多补补身子。萧燕没动，只是忽然问：依依，你可有什么心愿？心愿？比如想去什么地方，或者想要什么东西？萧燕目光沉沉，来了，这是要开条件让我主动提和离吗？我心跳加速，强压住上扬的嘴角。我没什么想要的，只要相公安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抬起头，露出一个温婉的笑。萧燕看了许久，忽然轻笑一声：是吗？那笑声让我后背发凉。夜里我睡得正熟，忽然被一阵窸窣声惊醒。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借着月光看见萧燕正站在衣柜前拨弄着我的衣物。相公，你在找什么？萧燕动作一顿，转身时手里拿着我藏好的包袱，一件件查看里面的东西。我瞬间清醒，完了，这件襦裙是你去年生辰时我送的，不喜欢了。她拎起一件淡青色的裙子，语气平静：不是。这帕子上的花样是你一针一线绣的。她又拿起一块绣着兰花的帕子。要送给谁？依依，你在准备什么？我没有回话。月光从窗外洒进来，照在她半边脸上，显得格外冷峻。我攥紧被角，强作镇定。我只是整理一下旧物，整理到包袱里。她轻笑，眼底却没有温度。我心跳如鼓，急中生智。我想回庄子
去看看爹爹。老爹前几日才托人来过信，说一切安好，让你少想着回去，安心在京都待着。失策了，这下没招了。房间里一时寂静，只剩下两人的呼吸声。良久，萧燕忽然在床边坐下。依依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浑身僵硬，却不敢躲开他的触碰。没有。那为什么总想着离开我？我呼吸一滞，他知道了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我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萧燕叹了口气，睡吧。说完，他将包袱放回衣柜，转身离开了房间。我呆坐在床上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追究了。我缓缓躺下，却再也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萧燕方才凌厉的眼神，不像是在看妻子，倒像是在看猎物。翌日清晨，我顶着2个黑眼圈去厨房煮粥。秋菊神秘兮兮地凑过来：“夫人，您猜我今早听见什么了？”什么？翌日清晨，我顶着2个黑眼圈去厨房煮粥。秋菊神秘兮兮地凑过来：“夫人，您猜我今早听见什么了？”什么？老爷让隔壁的陈叔去查一个叫张茂的人。秋菊压低声音：“听说那人最近总在咱们府外转悠，行迹可疑。”我手一抖，勺子掉进锅里。张茂，那不是前几日来送柴的樵夫吗？我忽然想起，那天确实和张茂多说了几句话，还夸他家的柴火干燥好烧。萧燕该不会以为……我眼前一黑。午饭后，萧燕破天荒的在家休沐，我战战兢兢的给他沏茶，生怕他提起昨晚的事。谁知萧燕只是接过茶盏：“依依，你可认得张茂？就是送柴的那个。”我手一抖，茶水溅了几滴在桌上。怎么了？萧燕慢条斯理地品了口茶。没什么，随口问问。她放下茶盏，忽然从袖中取出一物推到我面前，是一只精致的银簪，簪头雕着栩栩如生的牡丹。给你的。我愣住了，这不喜欢？不是，只是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个？因为你戴着好看。萧燕看着我，忽然伸手将簪子轻轻插进我的发髻，我耳根发烫，心跳乱了几拍。因为你戴着好看。萧燕看着我，忽然伸手将簪子轻轻插进我的发髻，我耳根发烫，心跳乱了几拍。这男人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正混乱着，萧燕又说：“对了，3日后我要去趟城郊的庄子，你随我一同去。”我下意识问：“去多久？”怎么这么着急回来？不是，我就是问问。我正慌乱解释，萧燕忽然凑近，近到能闻到他身上清冷的檀木香。依依，别想着逃。他说话时气息温热，我连呼吸都忘了。直到萧燕离开许久，我才缓缓抬手，摸了摸自己狂跳的心口。完了，我好像被盯上了。这日我正坐在院子里剥莲子，秋菊小跑着进来，脸上掩不住的喜色。夫人，老爷升官了，翰林院侍讲，正五品。我指尖一顿，莲子啪嗒掉回碗里。这么快？这才多久？按照这个速度，再过半年他岂不是要入内阁了？可我的休书呢？秋菊还在兴奋地絮叨：“听说这次是首府大人亲自举荐的，外头都说咱老爷前途无量呢。”我勉强扯出一抹笑：“是啊，相公真厉害。”我低头继续剥莲子，心里却开始发愁：“咱老爷前途无量呢。”我勉强扯出一抹笑：“是啊，相公真厉害。”我低头继续剥莲子，心里却开始发愁。萧燕升官是好事，可自从上次包袱事件后，她非但没冷落我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每日下职回来，不是带些零嘴蜜饯，就是送些首饰布料。更可怕的是，她看我的眼神越来越露骨，有时候我半夜醒来，会发现她根本没睡，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吓得我毛骨悚然。秋菊见我发呆，小声呼唤：“夫人，您不高兴吗？”“高兴，当然高兴。”我高兴得想哭，在心里默默叹气。萧燕升官后果然更忙了，有时天不亮就出门，深夜才回来，身上还时常带着酒气。我表面上温言软语的伺候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忙点好，忙了就没空盯着我了。更让我欣慰的是，那位林若薇小姐似乎也消停了，再没来府上拜访。我起初还松了口气，可日子一长又开始着急。这林小姐怎么回事？说好的贵女夺夫戏码呢？我这个正妻还等着被逼退位呢。某日午后，我正做着女工，实在按捺不住，假装不经意地问秋菊：“说好的贵女夺夫戏码呢？我这个正妻还等着被逼退位呢。”某日午后，我正做着女工，实在按捺不住，假装不经意地问秋菊：“最近怎么不见林小姐来了？”秋菊撇撇嘴：“听说林大人给她相看了户部侍郎家的公子，这几日正忙着呢。”我手里的绣花针差点戳到手指。什么？这就放弃了？萧燕这样优秀，她居然半途而废。我痛心疾首，恨不得亲自去给林若薇支招。这时候应该装病啊，然后让萧燕去探病，再趁机表白，再不然就设计落水，让她英雄救美。我越想越气，手里的帕子都快拧成了麻花。夫人，您怎么了？秋菊奇怪地看着我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强作镇定：“没事，我就是替林小姐高兴。”高兴个鬼！我的休书大计要泡汤了。当晚，萧燕难得回来的早，我正在厨房煮醒酒汤，忽然被人从背后搂住腰。在煮什么？我缩了缩脖子，想躲开他的气息。醒酒汤马上好了。今日有人来府上吗？没有啊。是吗？那夫人为何一直打听林小姐的事？我浑身僵住，她怎么知道的？
今日有人来府上吗？我心头一跳，没有啊。是吗？那夫人为何一直打听林小姐的事？我浑身僵住。他怎么知道的？秋菊那个小叛徒。我只好干笑两声，就是随口问问。萧燕忽然直视着我的眼睛，夫人似乎很关心林小姐的婚事。相公说笑了，我只是觉得林小姐家世好，有知书达理，所以我一咬牙豁出去了。相公若是喜欢，娶了她也未尝不可。话音刚落，萧燕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夫人真是贤惠，语气平静的可怕。既如此，明日我便去林府提亲。我心头一喜，还没来得及恭喜，又听他补充道：不过我要娶的是平妻，夫人既然这么大度，想必不会介意与林小姐姐妹相称吧？我面对着他，半晌无言。平妻？我才不要平妻，我要的是休书啊！我急得脱口而出：不行。为何不行？因为林小姐金枝玉叶，怎么能委屈做平妻？萧燕盯着我看了许久，忽然笑了，那笑容让我毛骨悚然。夫人，你似乎很着急让我娶别人。我没有。夫人，你似乎很着急让我娶别人。我没有。是吗？说着，萧燕忽然一把将我抱起，我顿时惊慌失措。相公，醒酒汤还没好呢。不急，今晚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聊。林若薇再次登门时，我差点喜极而泣。林小姐，快请进。我热情地迎上去，林若薇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一愣，随即露出得体的微笑。萧夫人叨扰了。我亲自给她斟茶，眼角余光瞥见林若薇今日特意打扮过，一袭粉色罗裙，发间一只类丝巾步摇，衬得人比花娇。林小姐近日可好？听说府上在议亲。林若薇笑容僵了一瞬，随即轻叹：父母之命罢了。我心中……她欲言又止，眼波流转间尽是愁绪。我立刻会意，压低声音：林小姐可是心有所属？林若薇低头抿唇，羞怯地点了点头。漂亮，这就对了。我激动得差点拍大腿，赶紧趁热打铁：其实我家相公啊，最喜欢……我故意顿了顿，左右看看，确认四下无人，才神秘兮兮地凑近：最喜欢城西王记的桂花糕。林若薇眼睛一亮：当真？近，最喜欢城西王记的桂花糕。林若薇眼睛一亮：当真？千真万确，她每次路过都要买，只是碍于面子，从不承认。我一脸诚恳，林若薇如获至宝，连忙记下。我又不经意透露了几条独家情报：相公批公文时喜欢喝云雾茶，太浓了会头疼。他欣赏女子抚琴，尤其爱阳关三叠。林若薇一一记下，临走时感激地握住我的手。萧夫人真是菩萨心肠。我谦虚地摆摆手：哪里，祝林小姐心想事成。快点把我相公抢走吧，我等休书等得花都谢了。当晚萧燕回来的比平日更晚，我已经睡下，迷迷糊糊间感觉有人上了床。相公。萧燕嗯了一声，手指抚过我的发丝。今日林若薇来了。我瞬间清醒，强装镇定。是啊，来坐坐。你们聊了什么？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不容回避的力度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就闲聊女儿家的。哦，是吗？夫人似乎很热衷于给我牵红线。我只是觉得林小姐和相公很般配。般配？萧燕忽然咬了我一口，疼得我轻呼出声，又不停挠我痒痒，我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疼得我轻呼出声，又不停挠我痒痒，我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这样还觉得般配吗？不般配了。萧燕这才满意的松开，接着她忽然正色道：依依，最近不要单独出门。为什么？听话，就当是为了我。她的眼神深不见底，我心头一颤，隐约觉得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翌日清晨我醒来时，萧燕已经出门了。早上我在院墙边浇花时，忽然一块小石头扔了进来，带着张字条：城南绸缎庄，独自来。我眼睛一亮，林若薇这是要行动了。好机会。我赶紧梳洗打扮，又特意挑了件半旧的衣裳，看起来粗鄙不堪。我准备出门，秋菊却十分担忧。夫人真要去见林小姐，老爷不是说……无妨，我与林小姐说好了，只是去挑料子。城南绸缎庄是京城最大的布庄，达官显贵的女眷常来光顾。我到的时候，林若薇已经在雅间等候多时。李夫人冒昧相邀，还望见谅。林若薇起身相迎。林小姐客气了，不知今日邀我来事。我实在走投无路了。林若薇忽然红了眼眶，她说着，从袖中取出一封信递给我。林若薇忽然红了眼眶，她说着，从袖中取出一封信递给我。这是家父给萧大人的，说是要举荐他入户部。我心头一跳，户部那可是肥缺，这不是正中萧燕下怀吗？我强压住兴奋，故作疑惑。这是好事啊，林小姐为何？可家父有个条件，他要萧大人休妻另娶。我差点笑出声，立刻配合表演露出悲伤的表情。林若薇握住我的手，情真意切。李夫人，我知你与萧大人情深意重，可这毕竟是他的前程啊。我低头抹泪，拼命忍住上场的嘴角。那林小姐的意思是，不如这样，你主动提出和离，我让父亲多给你些补偿，保你后半生无忧。我思索良久，终于点了点头。好，为了相公的前程，我愿意。萧夫人深明大义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林若薇大喜，说罢塞了个香囊到我手里，
鼓鼓囊囊。他匆匆离去，我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终于要解脱了。我美滋滋地走出绸缎庄，完全没注意到对面茶楼里一道冰冷的目光。萧燕站在窗前，手中捏着一封密信，眼神阴沉的可怕。身后的侍卫低声询问。大人要跟上夫人吗？不必，备马去大理寺，那夫人那边派人暗中保护。萧燕最后看了眼我的背影，转身离去。我捏着林若薇给的银票，心里盘算着等萧燕休了自己后该去哪儿逍遥几天。踏进院门，却发现气氛不对。秋菊站在廊下，一个劲儿朝我使眼色。夫人，老爷回来了，在书房等您。我心头一跳，萧燕这个时辰本该在翰林院当值，突然回来准备好事。我整了整衣襟，故作镇定地往书房去。萧燕正站在窗前，看不清表情，桌上摊着一本账册。我倒吸一口冷气，强笑道：相公今日回来这么早啊？萧燕指尖敲了敲账册。城南绸缎庄雅间，一个时辰花费2两银子。夫人去见谁了？我后背沁出冷汗，早该想到萧燕如今有了官职，暗中盯着我的人不知多少，自己这点小动作哪瞒得过她？林小姐约我挑料子。是吗？那这又是什么？萧燕从袖中掏出一张纸，我定睛一看，差点昏过去，是林若薇写给我的字条，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和离后赠田宅2处。夫人就真这么急着把我推给别人？我急中生智，眼泪说来就来。我是怕耽误相公前程。林小姐说，首府大人要举荐你入礼部。萧燕冷笑，林大人确实要举荐我，但不是因为林若薇，而是因为我能帮他扳倒赵尚书，这也是我希望的。赵尚书是当年构陷我父亲的元凶。我愣住，这剧情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？我这才发现萧燕眼中有血丝，官服下摆沾着泥水，像是刚从什么地方跑回来。今日赵家死士埋伏在绸缎庄附近，夫人若再去见林若薇……我腿一软，被他拦腰扶住。相公早就派人跟着我。萧燕不答，只将一块东西塞进我手心。新宅的钥匙3进院子，离翰林院近。陈管事明日到任，出门务必让他跟着。我攥着钥匙，突然反应过来，这哪是管事，分明是看守。夫人若实在闲得慌，不如想想怎么布置新宅。那赵家的事，快了，秋猎在即，赵家该还债了。萧燕眸中闪过一丝狠厉，我迷迷糊糊想着，这剧情怎么越走越偏？说好的休妻呢？说好的回现代呢？次日清晨，我发现枕边多了张地契，城南最繁华地段的铺面，赫然写着我的名字。秋菊端着热水进来，喜气洋洋。夫人不知道吧？老爷天没亮就去上朝了，临走时特意交代说，你想开绣房还是点心铺都行。我捏着地契发呆，这算什么？秋菊朝门外努嘴。陈管事来了，带着4个丫鬟2个婆子，说是给夫人挑的。我探头一看，差点气笑。那管事5大3粗，眼神锐利的像鹰，哪像寻常家仆，分明是萧燕安排的眼线。我咬牙切齿地展开地契，突然发现背面有一行小字：夫人若闷了，可去铺子转转，带着陈管事。萧燕，我气得把地契拍在桌子上。与此同时，林若薇将茶盏重重搁在案几上。混账！不是说那沈氏收了银票就会主动提和离吗？这都几日了，怎么半点动静都没有？丫鬟瑟瑟发抖。小姐，奴婢确实亲眼看见萧夫人收了您的银票，那她为何还不滚？林若薇猛地站起身，在闺房里来回踱步。她这几日过得实在憋屈，父亲突然改了主意，不仅不再支持她接近萧燕，反倒开始给她相看其他世家公子。昨日兵部侍郎家的嫡子来府上做客，他起身拍了拍女儿的肩膀，下月国公府赏花宴，你好好准备，萧燕那边不必再费心思了。林若薇攥紧帕子，指甲几乎要戳破绸缎。不，她不甘心输给一个村妇。当夜林若薇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她偷偷溜出府，直奔城南一家不起眼的药铺。掌柜的眯着眼打量她，姑娘要什么？有没有能让女子无法生育的药？掌柜的露出意味深长的笑，有倒是有，只是价钱呢？林若薇拍下一锭银子，要快，要无色无味。半刻钟后，林若薇揣着药包消失在夜色中。既然你不识相，就别怪我心狠。等那村妇永远生不出孩子，看萧燕还能宠她多久。萧府新宅里，我正被萧燕灌药，这厮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改主意了。之前还说我不想喝就不喝的，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我皱着眉躲开药碗，萧燕单手扣住我的手腕，语气不容置疑：太医说了，连服2月才有效。我挣扎无果，气得踹他，哪有要非得半夜喝的？我被呛得直咳嗽，唇齿间全是苦味。你是不是特别想要孩子？萧燕动作一顿，我趁机挣脱，缩到床角。我警告你，就算喝了药，也不一定能怀上。我小时候掉冰湖里。我知道。萧燕忽然打断我，从枕下抽出一本医书，《妇人诸疾论》第3卷，宫寒治法共7种，我们才是到第2种。我瞪大眼睛，这疯子居然专门去研究这个？为什么？以你现在的身份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何必？
萧燕突然将他拽进怀里，因为我只想要你生的。睡吧，明日陈管事带你去挑绣装的布料。不对劲，这男人突然对我百依百顺，连出门都准了，肯定有诈。我偷偷抬头打量萧燕，高挺的鼻梁，薄而锋利的唇，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，明明生的一副薄情相，偏偏对我纠缠不休。我鬼使神差的伸手，却在即将触碰他脸颊时猛地缩回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真要舍不得走了。3日后，林若薇正在绣花，突然被父亲叫去正堂。林首府扔给他一封信，信上写着萧燕近日动向，频繁出入太医署，重金搜罗珍稀药材，甚至托人从岭南运来灵验的送子观音像。林若薇指尖发抖，现在明白了，那沈氏在他心里什么分量？你还没数吗？林首府拍了拍手，管家领着3个锦衣公子进来。这几位都是青年才俊，你好好相看。林若薇死死攥着那封信，不，我不会认输的。她摸了摸袖中的药包，露出甜美的笑容。女儿谨遵父亲安排，既然萧燕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萧燕从大理寺出来时已是3更，她揉了揉眉心，袖中密折上朱砂披红，赵氏罪证已确，秋后问斩，6年隐忍，终于等到这一天。本该一醉方休的夜晚，她却只想回府，回到某个人的身边。西厢还亮着灯，我趴在书案上睡着了，手边摊着本账册，墨迹未干，上面是我给绣庄列的进货单子，字迹歪歪扭扭像蚯蚓爬。萧燕轻手轻脚走近，我总说自己是屠夫女不识字，却不知她早看穿我刻意藏拙。我迷迷糊糊抬头，相公。萧燕心间发软，3年前那个雪夜，她高烧昏迷时睁开眼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我，明明困得睁不开，却还强撑着给她换额帕和喂药。怎么不去床上睡？我顺势靠近她怀里，等你啊。这撒娇般的3个字让萧燕喉头发紧，明知我可能又在演戏，心脏却不受控制的狂跳。烛光下，我后颈露出一小块淡色疤痕，萧燕指尖抚过，想起我说这是当年在冰湖里救弟弟时留下的，那时他不过8、9岁，怎么有勇气跳进刺骨的冰水？我突然想起什么。对了，陈管事说你要改建后院，挖个池塘，种你喜欢的睡莲。不要池塘，搭个葡萄架吧，夏天能乘凉，秋天还能吃葡萄。我比划着，腕上金镯明晃晃的，是去年萧燕送的生辰礼。我嘴上嫌俗气，却日日戴着。夜更深时，我睡熟了，萧燕却久久无法入睡。她忽然想起昨日在首府府林大人意味深长的话：江公子大仇将报，也该考虑子嗣了。林家小女虽愚钝，好歹出身清白。如此明显的招揽意图，她却只是淡淡说道：江家早就都死在6年前那场大火里，不必强求。萧燕正思索着，身旁的我突然一语：江林燕。萧燕浑身僵住，她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？我却只是咂咂嘴，含糊的咕哝：几粒桂圆够啊。萧燕哑然失笑，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既然闯进他的世界，就别想全身而退。你想要的，既然闯进他的世界，就别想全身而退。你想要的，我都会给，除了自由。第2天清晨，我坐在铜镜前，指尖轻轻描摹着镜中人的轮廓。4年时光，这张脸已经熟悉的像是我自己一样，可每当四下无人时，我还是会恍惚，仿佛镜子里映出的仍是那个现代女孩的脸。夫人，水要凉了。秋菊轻声提醒我，回过神，将帕子进入铜盆，忽然想起现实世界里，我还一直躺在医院病床上，爸妈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医生说植物人也有听觉，他们是不是每天都在病床前说话？帕子拧得太用力，水珠滴滴答答砸在妆台上。夫人今日想梳什么发髻？秋菊拿起梳子，老爷新送的那只珍珠步摇，可要戴上？我看着妆匣里熠熠生辉的首饰，每一件都是萧燕亲手挑的。那个男人明明公务繁忙，却总记得我随口提过的小喜好，说城南的蜜饯好吃。第2天桌上就多了一匣子，抱怨绣线不够鲜亮，隔日便有西域来的金丝线摆在案头，简单些就好。我轻声告诉秋菊，却鬼使神差地摸出那只步摇，悄悄插在发间。镜中的女子温婉端庄，唯有眼底藏着说不清的挣扎。午后，我在葡萄架下绣花，萧燕命人搭的架子已经爬满心藤，嫩绿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。她盯着那些藤蔓出神。现实世界里，妈妈最爱在阳台上种葡萄，每到夏天就念叨着要给我酿葡萄酒。系统，如果我选择留下，现实世界的我会怎样？植物人状态将持续，直至生命体征消失。当前世界与原世界时间流速比为8:1。爸妈已经承受了6个月的煎熬了。针尖猛然刺破指尖，血珠滴在刺绣上，像一粒朱砂痣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萧燕不知何时回来了，正蹙眉盯着我指尖的伤口，温热的掌心突然包裹住我的手指。没事。我下意识想要抽手，却被握得更紧。萧燕低头含住我的指尖，舌尖轻轻掠过那点嫣红，我浑身一颤，熟悉的酥麻感从脊背窜上来。药箱就在隔壁厢房。不必，我随身带着的。他打断我，从袖中取出个小瓷瓶，白玉般的药膏抹在伤口上，清凉沁人。我怔怔望着萧燕低垂的睫毛，忽然想起许墨，那个总爱穿白大褂的医学生男友。
从袖中取出个小瓷瓶，白玉般的药膏抹在伤口上，清凉沁人。我怔怔望着萧燕低垂的睫毛，忽然想起许墨，那个总爱穿白大褂的医学生男友，也会这样小心翼翼地给我处理伤口，嘴里还要念叨怎么这么笨。萧燕抬头发现我眼眶发红，疼了吗？我慌忙摇头，灰尘迷了眼。依依，你最近总是走神。萧燕看了我片刻，接近4年的朝夕相处，这个男人早已摸透我每一个小动作，捻衣角是心虚，眨眼过快是撒谎，而此刻我僵直的背脊，分明在抗拒他的靠近。可能是天热，相公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我向后退了半步躲开他，假装整理衣袖。萧燕收回手，眼神暗了暗。大理寺结案了，赵家那个案子。秋后问斩。他说的轻描淡写，我指尖一颤，萧燕大仇得报，接下来就该是平步青云，迎娶名门贵女，而他这个糟糠妻也该退位了。今晚庆祝一下，我让厨房做了你爱吃的鲈鱼。萧燕突然说，她从我身旁经过，淡淡的檀木香萦绕不散。我望着她的背影，突然很想冲上去问个明白，你到底要不要修楼？可我不敢。夜深人静，我睁着眼看帐顶，萧燕睡得很沉，手臂牢牢抱着我的腰。自从发现我半夜会偷偷挪开，她就养成了这个习惯，像是怕一松手，我就会消失。如果我现在拿到休书，就能回去吗？系统没有任何回应，我又在心里喊了他几声，还是没有得到回应。这狗系统，身侧的人突然动了动，将我往怀里带了带。别走！我僵住了，月光透过纱帐，我看清了床头挂着的东西，那幅我随手涂鸦的葡萄架，竟被他裱起来，日日相对。现实与虚幻的界限突然模糊，我好像再也看不清亲人的身影，唯有身后人的体温真实的灼人。一滴泪无声滑入鬓角，我终于明白最残忍的惩罚是什么，不是回不去，而是在2个世界都留下无法割舍的牵挂。次日一早，我盯着铜盆里的清水，手指紧紧掐住盆沿。这几日晨起时的恶心，突如其来的疲倦，还有月事迟迟未至，我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，但我不敢让人知道，只能偷偷用冷水拍脸，把那股恶心感强压下去。腹部隐约的坠胀感像把钝刀。怎么会？明明那老太医也说过，我最少要调理个1年半载才有可能。但我不敢让人知道，只能偷偷用冷水拍脸，把那股恶心感强压下去。腹部隐约的坠胀感像把钝刀。怎么会？明明那老太医也说过，我最少要调理个1年半载才有可能。我咬着唇，将染了血丝的帕子藏进装匣最底层，铜镜里映出一张苍白的脸。我下意识抚上小腹，那里还平坦如初，却已有了微妙的异样感。萧燕这几日都不在，奉旨出京查案，说是可能要好几天才能回来。也好，趁他不在，我必须有所行动。说生了这个孩子，恐怕这辈子都走不了。我攥紧了袖中的帕子，指甲几乎要戳破布料。这几日我偷偷翻过医书，知道有些药材可以帮我，可我甚至不敢去药铺，生怕被陈管事发现端倪。我在心里默默呼喊，系统，怀孕会影响任务吗？没有回应。快点出来给我换点药。依旧没有回应。这该死的系统总是神出鬼没，从不肯给我一个痛快。正当我气恼着，秋菊突然跌跌撞撞冲进来，脸色煞白。夫人，不好了，我刚偷听到管事的说，咱老爷在城郊遇袭，现在下落不明。手中的丝帕不经意间滑落，我耳边嗡嗡作响，只看见秋菊的嘴一张一合。管事的正准备带人去找，说是赵家瑜虐狗急跳墙被马。我声音冷静的可怕。秋菊瞪大眼睛，夫人，您不能。我已经冲进卧房，抓起一把剪刀往外冲。陈管事刚好赶来，正要劝阻，我刀刃抵在自己的咽喉上，压出一道血线。带我去，否则我现在就死在这。陈管事瞳孔骤缩，终于点了点头。一轮圆月高悬，照亮了官道，马蹄声如雷。我死死抓着缰绳，腹中隐隐作痛也顾不得了。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意识到，我不能失去萧燕，绝对不能。密林深处传来冰刃相接的声音，我跳下马背，不顾陈管事的阻拦往前冲去。隐隐绰绰的月光让我看清眼前的景象，萧燕右臂鲜血淋漓，被5、6个黑衣人围攻，虽然还有2名官兵护着，但脸色已苍白如纸。萧燕！我控制不住的尖叫出声，这一声喊坏了事，黑衣人立刻分出1人朝我扑来，寒光闪闪的刀锋直取咽喉。依依！萧燕嘶吼着，不要命的冲过来，用身体挡在我面前，利刃刺入血肉的声音如此清晰，我眼睁睁看着那柄长刀贯穿了萧燕的腹部。这一声喊坏了事，黑衣人立刻分出1人朝我扑来，寒光闪闪的刀锋直取咽喉。依依！萧燕嘶吼着，不要命的冲过来，用身体挡在我面前，利刃刺入血肉的声音如此清晰，我眼睁睁看着那柄长刀贯穿了萧燕的腹部，鲜血喷涌而出，远处传来官兵的号角声，杀手们迅速撤退。萧燕！我泪流满面，接住她倒下的身体，双手瞬间被鲜血浸透。萧燕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灰败下去，却艰难地抬手，
想擦去我脸上的泪。我跪在血泊中，死死按住他腹部的伤口，可鲜血还是不断从指缝间涌出。求求你坚持住，你不是说要求我一辈子吗？你死了还怎么求？怎么求？萧燕的瞳孔已经开始涣散，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无力地闭上了眼睛。太医院的灯火亮了一整夜。老太医第3次摇头走出来时，我已经哭干了眼泪。我坐在台阶上，双眼无神，指缝里全是凝固的血块。我在心里疯狂呐喊：系统，你出来！救救他！求你救救他！久违的声音终于在脑海中响起。检测到任务目标，生命垂危，可兑换9转还魂丹。备注：将失去返回原生世界资格。我如遭雷击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这意味着我永远回不去了，再也见不到爸妈，见不到许墨，见不到那个总和我抢游戏机的弟弟。现实世界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入脑海，妈妈趴在病床边哭肿的眼睛，爸爸一夜白了的鬓角。屋里床上的萧燕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鲜血从嘴角溢出，太医们又手忙脚乱的施救。这4年的点点滴滴也如潮水般朝我涌来。萧燕第一次牵他手时微红的耳根，他发烧时他彻夜不眠的守候，还有他半梦半醒间总是无意识贴在我小腹上的温暖手掌。秋菊哭着摇晃我的肩膀，夫人，太医说让我们准备后事。我闭上眼，掌心突然多了一枚银白的小药丸，我只觉得心口一空，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永远抽走了。我颤抖着走进屋里，掰开萧燕的唇，将药丸喂了进去。萧燕，你给我咽下去，求你！我贴着她的耳朵哽咽，仿佛过了1个世纪。萧燕的喉结终于滚动了一下。3日后，萧燕睁开了眼睛，我正用小汤匙准备给她喂药。求你！我贴着她的耳朵哽咽，仿佛过了1个世纪。萧燕的喉结终于滚动了一下。3日后，萧燕睁开了眼睛，我正用小汤匙准备给她喂药。我专注地搅动着药碗，没注意到床上的人已经睁开了眼，正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。我扭头看到他的瞬间，眼泪又涌了出来。你醒了，疼不疼？要不要喝水？先喝药。我低头轻轻吹了吹药汁，喂到他唇边。萧燕没喝，突然伸手握住我的手腕。你瘦了。我手一抖，药汁洒了几滴在颈背上，我慌忙去擦，却被他一把拽进怀里。萧燕，你的伤。我知道。我僵住了。知道什么？我那天其实听见了。依依，谢谢你选择我。他又拉过我的手贴在脸颊。只要你知道，从今往后，你的命就是我的命。我指尖一颤，这句话太重，我耳根发烫，起身就要走，却突然一阵眩晕。我猛地捂住嘴，却还是干呕出声。屋内安静的可怕，萧燕的表情凝固了，她缓缓低头看向我平坦的小腹。多久了？我僵在原地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1个多月。话未说完，却突然一阵眩晕。我猛地捂住嘴，却还是干呕出声。屋内安静的可怕，萧燕的表情凝固了，她缓缓低头看向我平坦的小腹。多久了？我僵在原地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1个多月。话未说完，萧燕突然一把将我拉进怀里，力道大得惊人。我被她勒得生疼，却莫名红了眼眶。这个在朝堂上运筹帷幄的男人，此刻竟欢喜得像个得了糖的孩子。我们有孩子了。他说的我们，而不是我。我鼻尖一酸，本该为永远失去回家机会痛哭，可此刻心里某个角落竟奇异的安定下来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萧府上下忙得人仰马翻。萧燕虽然卧床养伤，却把管事使唤得团团转。去请个擅长妇婴的大夫，把后院铺上防滑的毯子，夫人爱吃的酸梅子多备些。我坐在一旁绣小衣裳，听着他事无巨细的安排，忍不住嘀咕：不就生个孩子，至于吗？萧燕耳朵尖得很。我是说，我该喝药了。我端起药碗，却见萧燕突然皱眉。等等，先含这个，省得喝完药反胃。她从枕下摸出个小布包，倒出几粒蜜饯。我怔住了，这是我最爱吃的幸福。等等，先含这个，省得喝完药反胃。她从枕下摸出个小布包，倒出几粒蜜饯。我怔住了，这是我最爱吃的幸福。可我明明只跟秋菊说过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萧燕笑而不答。阳光透过窗棂，我鬼使神差的伸手，轻轻碰了碰她的脸颊。怎么了？有灰尘。我仓皇收回手，窗外忽然传来秋菊的惊叫：夫人，沈老爹带着3车补品到门口了。我也是吃惊，3车，爹肯定把肉铺这半年的收入全搭进去了。我起身要去迎，却被萧燕拽住衣袖，她仰着脸，竟有几分撒娇的意味。亲一下再走。你伤的是肚子还是脑子？我又好气又好笑，飞快地亲了她一下，逃也似的跑了。萧燕望着我仓皇的背影，眼中的温柔渐渐沉淀成某种更为深沉的情绪。她知道我还有秘密，知道我偶尔望向月亮时的眼神像是在思念远方，但没关系，余生很长，足够她一点一点把我的心彻底留住。我生产那日，萧燕在产房外站了整整3个时辰，脸色比里面的产妇还白。当产婆终于抱着啼哭的婴孩出来报喜时，她连孩子都没看一眼，直接冲进去看我。床上的我汗湿鬓发，累得连手指都抬不起来，却还在虚弱的笑。你看看孩子啊！萧燕单膝跪在床边，颤抖着握住我的手，突然说：我叫江林燕，被你们救之前，我叫江林燕。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提起过去。我眼眶一热，
轻轻嗯了一声，很好听，比萧燕威风多了。我想笑，却先落了泪。我们的女儿取名江昭莹，取日出光明之意。原本萧燕是上门女婿，孩子应该姓沈，被老爹否定了。拍板说就姓江。小姑娘完美继承了父亲的眉眼，小年纪就已看得出是个美人胚子。偏生性子急也，上房揭瓦，下河摸鱼，闹得府里鸡飞狗跳。这天我举着鸡毛掸子，仰头瞪着趴在葡萄架上的女儿。江朝莹，你给我下来！爹爹说我可以爬的。你爹惯得你无法无天，数到3不下来，今晚别想吃蜜糕。还没数呢，江朝莹哇哇大叫。等一下！一道清润嗓音从门口传来。萧燕下朝回来，官服都没换，就笑着朝女儿张开手臂，跳下来，爹接着。小丫头欢呼一声，毫不犹豫往下一跃，被萧燕稳稳接住，转了个圈才放下。我气得倒仰。他昨天往你奏折上涂鸦，前儿烧了厨房，上月剪了你的官服。萧燕捏捏女儿脸蛋，烧厨房是为给你熬梨汤，就是火折子用的不太熟练。我无语。当晚，江大人被我连人带枕头赶出房门，去跟你闺女睡。门砰的在他面前关上。隔壁房的小丫头过来看他爹的热闹。走廊下，月光把俩人的影子拉得老长。爹娘真凶。凶起来也好看。萧燕摸摸鼻子，转身去了女儿房里。国公府内，林若薇坐在炉火旁，手里拿着一块手帕，帕角绣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萧字，是5年前琼林宴上偷藏的。她默默看了片刻，将帕子扔进去烧了。夫人，老爷说今晚在外面留宿。知道了。她打断丫鬟，指尖掐进掌心，丈夫是安定侯嫡次子，领个闲差，终日斗鸡走马。婚宴那日，她隔着人群看见萧燕为我扶正金钗，眼神柔得像化了血。最让她窝火的是，萧燕不仅没如她预想的那样厌弃糟糠气，反倒步步高升，宠妻如命，连当年女儿周岁宴都办得轰动全城。她捏碎手中的茶盏，突然冷笑：凭什么你一个屠夫之女？连当年女儿周岁宴都办得轰动全城。她捏碎手中的茶盏，突然冷笑：凭什么你一个屠夫之女过得这么好？那就别怪我添堵了。被叫去锦绣房。3天后，我在绸缎庄遇到个风流书生，对方不慎将茶泼在我裙上，又恰好掏出与我同款的兰花香囊。我起初没在意，直到那书生越来越殷勤，甚至不小心碰了我的手。夫人恕罪。书生假装慌忙后退，却撞翻了货架。几乎是同时，门外冲进来一群妇人，为首的大婶嗓门洪亮：哎呦，这不是萧夫人吗？光天化日，怎的跟个外男拉拉扯扯？我挑眉看了看满脸通红的书生，又看了看一脸正义的大婶，突然笑了：这位大婶，您觉得这位公子如何？我慢条斯理地整理袖口。大婶一愣：自然是一表人才。是吗？我上下打量书生，突然叹气：可惜啊，样样不如我相公。围观群众顿时竖起耳朵。论相貌，我相公是整个京城最俊俏的；论才学，他是探花出身，如今是翰林院掌院。论体贴，我略作停顿，笑眯眯地摸了摸腕上的玉镯。我随口提过喜欢葡萄，他就在后院搭了架子，年年亲自修剪。人群发出羡慕的唏嘘。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要找个样样不如我相公的男人？大婶不甘心：那也不能证明你没二心。我相公样样都行，尤其是那方面的功夫也很行。我突然压低声音，却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清。有人一口茶水喷了出来。我一脸诚实：我应付他一个都够累了，哪有精力再找个野男人？全场寂静3秒，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。说得好。熟悉的嗓音从门口传来。萧燕不知何时站在那儿，官服都没换，释然是一下朝就被人通知赶来了。她大步走到我身边，揽住我的腰，朝众人微微一笑：夫人顽皮，让诸位见笑了。那笑容温润如玉，眼神却冷得吓人。那书生腿一软，差点跪下去。林若薇设计的闹剧最终没能掀起半分风浪。萧燕查清幕后主使后，并未直接追责，只是让安定侯府知晓了全貌。安定侯素来注重颜面，得知儿媳竟做出这等丑事，当即进了林若薇的族，又亲自登门向我致歉。风波告一段落。当天晚上夜深人静时，我被萧燕抵在雕花床柱上。白天的威风呢？不是夸为夫样样都行。我耳根发烫。我那是在……等等，女儿待会儿还要……他跟秋菊睡，今晚你只管验收功夫。红烛帐暖，我迷迷糊糊的想，这下是真的一辈子都逃不掉了。